大3年。听说了吗？修真界的豪杰们集结了100万大军，马上就要灭了那个狗屁塌仙军了。嘘，8字没一撇的事儿。那人如此能耐，谁胜谁负还不知晓，当心你的小命啊！就是，要是那群修士们败了，那位继续称帝，明年可就又该换年号了。你们猜那位还能想出什么狗屁年号？哼，什么都比几霸好听。不过咱别想太多，先瞧瞧此番结果如何。莫微雨法力高深，为人阴毒，我们还是谨慎为上，不要着了他的道。说的没错，问题有道理。都到山脚下了，你们还在这磨磨唧唧不肯上去，难道想等莫微雨自己爬下来？真是群胆小怕事的废物！薛公子，你怎么说话的？凡兵家用事，谨慎为上。对呀，要是都像你这样不管不顾，出了事谁来负责？我们这等凡夫俗子，自然和薛蒙这种天之骄子不同。不如您自己上山，我们在山下静候着您，提着莫微雨的脑袋归来。你，阿弥陀佛，薛施主，老僧知道你和莫微雨私仇甚深，但是逼宫一事事关重大，我们不必图一时之急，不然丢了性命，谁来负责啊？负责？那我问你们，有谁能对我师尊的性命负责？莫然他软禁我师尊10年了，整整10年。10年前，莫然自封踏仙君，突变如风门72成不算，还要剿灭圣元9大门派。后来，莫然称帝，要把你们赶尽杀绝。2次浩劫，我师尊均以一己之力拼死相护。若非如此，你们还能活着？还能好端端站在这跟我说话？我们又没说不救楚宗师。再说了，莫然是楚宗师的徒弟，当师傅的本来就该负责。施主慎言，薛施主，你不要着急。我怎么可能不急？那是我的师尊，我的。除了师尊，我在这个世上一个可亲之人都没有了。你们不去，我自己去。10年前，莫然自封踏仙君，突变如风门72成不算，我师尊均以一己之力拼死相护。若非如此，你们还能活着？还能好端端站在这跟我说话？他自己的墓，这不可能。薛蒙，是你吧？你来了。你浮屠了？师尊呢？什么？问你，师尊呢？你的、我的、我们的师尊呢？哦，算起来，自昆仑踏雪宫一别，你和师尊也已经有2年没有相见了。薛蒙，你想他了吗？废话少说，把他还给我！还给你？蠢话！你也不动脑子想想，我和师尊如此深仇大恨，我怎会容许他活在这个世上？你不可能，你不会。我不会什么？你倒说说看，我凭什么不会？但他是你的，他毕竟是你的师尊啊，你怎么能下得了手？莫非雨，你还是人吗？他曾经怎么？你是想提醒我，他曾经将我打得体无完肤，逼我在众人面前下跪认罪。他曾经为了不相干的人，挡在我面前，坏我大业。师姐，
话又难听，可是连我都知道，他对你是那么好，你为何？你怎么忍心？可是薛蒙，你知道吗？他曾经师妹，也害死了我唯一深爱的人。师尊，你救救他，求你救救他！唯一的。阿然，好歹师徒一场，师尊的尸首停在红莲水榭，靠我的灵力维持着不腐不烂。趁我没死，你去看他吧。算了。时辰差不多了，该下地狱了。师尊，师尊，师尊！几罢3年，踏仙君莫微雨，身陨于死生之巅。问你，师尊呢？你的，我的，我们的师尊呢？我和师尊如此深仇大恨，我怎会容许他活在这个世上？师尊！莫公子，莫公子，醒醒！吵什么吵？聒噪个没完！来人，把这贱婢给本座乱棍打下山去！本座不是死了吗？哎呦，莫公子，九儿只是想喊你起来吃些东西，你怎么一大早就这么大火气啊？九儿，什么3儿9儿？荣九。年轻的时候，本座确实在死生之巅附近的瓦子里认识一个叫荣九的，可那瓦子多年前就盘出去了，荣九也早就死了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莫非本座又活回去了？莫公子，你怎么了呀？是不是昨晚没睡好，做梦了？不行，得先搞清楚怎么回事。今天是哪一年？什么日子？啊？丁酉年5月初4啊！丁酉年，本座竟然重生回来16岁。是了，丁酉年，本座16岁，被死生之巅的尊主认成失散多年的侄子刚满1年，从一个人尽可欺的赖皮狗，一跃成了枝头凤凰。离那场浩劫还远着呢，师妹也还没有死。莫公子，我看你啊，是饿得连日子都记不清楚了，赶紧坐下来吃些东西吧。本座年少的时候竟然喜欢这种货色，娘们唧唧的就算了，还曾在背后算计本座。哼，不能轻易饶了他。昨晚本座消耗不少，这些吃食哪够？去，都端下来。莫公子，等着。哼，前世我那么照顾你的生意，还要给你赎身，你倒好，跟别人合起伙来算计我。既然我毁了你的脸，你就什么都没了，就会跟狗一样流落街头，在地上爬，被靴子踹，被碾，被骂，被唾弃。真是想想就让本座身心愉悦。师妹，算了，我已经重生了，师妹还没有死，我人生中所有的恶，所有的不可回头，也都还没有开始。没有杀掉伯父伯母，没有突变欺世而成，没有成亲封地，没有欺师灭祖，没有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荣九最是贪财，顺他些银子小小惩戒一下就行了。人命暂时不想背负了，早日赶回死生之巅找师妹才是正经事。师哥，我来寻你了。
本宗，不是死了吗？哎呦，莫公子，九儿只是想喊你起来吃些东西。莫非本宗又活回去了？众所周知啊，咱们修真界按照地域划分为上修和下修2片区域。今儿我们就来讲一讲下修界最了不起的门派——死生之巅。话说100年前，咱们无常镇荒凉动荡，因为离鬼界入口近，天一黑，没人敢出门啊。但如今啊，咱们这那叫一个热闹繁华。这都仰仗死生之巅的照顾。这座仙邸啊，它不偏不倚，修在鬼门关入口。方才试了一下，体内的灵力虽然充沛，但是前世的修为并没有继承过来。不过好在我天资聪颖，悟性又高，从头修炼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，这是上古凶兽，貔貅幼兽。这幼崽被我等降服，如今乖顺如小儿，还会杂耍算术。各位，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。来，看这第1场好戏，貔貅打算盘。哟，貔貅还会打算盘吗？哼，这些人脑子被驴踢了吗？那堆低眉顺眼的狗熊崽子会是貔貅？恰！什么人嘛？什么人？那个方向应该是死生之巅的仙君。师妹，儿啊，我的儿啊！你们这些江湖道士，为了赚钱，竟然将拐骗来的小孩做成神兽幼崽，良心何在？啥？那笼子里的是人？太残忍了！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别跟他废话！死生之巅有什么了不起？若无闲事，给我打！君子动口不动手，我与你们讲道理，你们怎么能这样？当心！阿然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别人要打你，你怎么还手啊？要是我不在，你得被欺负成什么样子？阿然，我不碍事。死生之巅的人，你们也敢动手，胆子大得很。仙君饶命，我们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，是不敢，是饶命。哎，阿然，算了吧，让他们放了那些孩子，我们就回死生之巅吧。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师妹从来都是如此心善，上一辈子死的时候，也毫无怨怼，毫无恨意，甚至还劝我不要记恨那个人。那个明明可以救他，却偏是袖手旁观的师尊。好，听你的，都听你的。恰！什么人嘛？师妹，阿然，算了吧，让他们放了那些孩子，我们就回死生之巅吧。得饶人处且饶人。本以为回到死生之巅才能看到师妹，没想到提前撞上了。哼，我与师妹果然是有缘分的。默然，你还知道回来？骚，无论是少年时还是长大后，薛萌都是真的骚啊。少主，师妹，你先回去休息吧，不要总和他厮混。这是个偷鸡摸狗的东西，跟他在一起是要学坏的。师妹不学我，难道学你啊？大晚上衣冠楚楚，全副武装，跟一只大鸟似的竖着尾巴臭美。默然，把嘴给我放干净了！这是我家，你算老几？我算老几？我是你堂哥，论起来你还得排在我后面。谁有你这种堂哥？别往自己脸上贴金，就是个泥潭里打过滚的狗，狗东西，鸟玩意儿，狗东西，鸟玩意儿，狗东西，鸟玩意儿。那个，少主这么晚了还在山门前，应该是有什么要事吧？别耽误了才好。对，我正是在等这个狗东西。啊！长公子，你要替我做主啊！王夫人，死生之巅是堂堂的大门派，可这位莫公子却是卑鄙下流，不仅虐待九儿，
还抢了他赎身的血汗钱。如果今日贵门派不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，我常家虽不修仙，但世代经商，才可通天，也定不会让你们在巴蜀过得痛快。常公子莫动怒，我夫君去昆仑办事，暂且回不来。我一个妇道人家。伯母，您不必与他多说了，这点小事我来应付就好。这位大长公子从小羡慕修仙之人，奈何天赋奇差，于是他和荣九定下毒计，让荣九找机会夺了我的修为。上辈子我可是吃了不少苦头才摆平此事，这辈子还敢来讹我？大长公子大可亲自搜我的身，若是搜到了赃物，我立刻给你们道歉；若是搜不到，为表歉意，立刻得跪着，从死生之巅给我爬下去。这狗东西又搞什么幺蛾子？这可是你说的，待会儿搜出赃物，你休要抵赖。大长公子，看来得麻烦您爬下死生之巅了。我这身上可是一个铜板都没有。这不可能啊！那么多赃物，你怎么？你，一定是你！你们是一伙的，帮他把赃物藏起来了。你也脱了衣服，给我搜搜。啊！不要脸！那狗爪子也配沾本公子的银脚？来人，把他插出去！默然，你给我等着啊！我跟你没完，没完！哎呀，我好怕呀！莫微雨，你别嘚瑟，刚才那狗东西烦人，我才不戳穿你。哼！别人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吗？死生之巅的暗度陈仓术可不是这么用的。都是同门，何必为难？好不要脸！走，跟我去见师尊。你，这鸟玩意儿定然在吓唬。那个人若在门派内，为何刚才不出面，偏让不主事的伯母接待大长公子？啊！难怪他不出面，鬼界的结界破了。人鬼两界的结界是上古时伏羲所设，到了如今也是十分薄弱，时不时需要修仙之人修补。但此事既得不到太大的修为提升，又十分耗费灵力，实在是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。所以上修界的仙士们很少愿意揽这活，除了他。长公子，你要替我做主啊！走，跟我去见师尊。你，难怪他不出面，鬼界的结界破了。就是他，当了我的宏图大业，毁了我的雄心壮志，害了我最心爱的人，最后被我囚禁数年，凌虐致死。从那以后，放眼红尘，再没有人敢让我下跪，再没有人扇得了我耳光，再没有人能控我治我。照理说，我应当高兴，可事情好像又不是那样。师尊死后，连同仇恨一起埋葬了的。好像还有一些别的东西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太凶悍了，已经多年不曾见识师尊的实力，如今一见，仍然让我……闯祸了。师尊，默然下山一趟。犯下偷窃淫乱之罪，知道了。没了，然后呢？不该啊！莫微雨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真当我不会管束你吗？师尊，弟子不曾偷，也不曾淫乱。师尊为何听了薛蒙一句话，我也不会就要打我？默然，你这个狗腿，臭不要脸！赃物还在，你竟然还想抵赖！默然，你应当知道，对我说谎是什么后果。知道，我当然知道。听闻除了抽人之外，还有个别的用处，逼供。但上辈子我曾咬牙挺过了一次，这辈子也未可知。我真的不曾偷窃淫乱，请师尊明鉴。可曾偷窃？不曾。
我不，我逃了。可曾淫乱？闯祸了？师尊，蓦然下山一趟，犯下偷窃淫乱之罪。可曾淫乱？有。你怎能？那个荣九可是个男人。薛蒙，蓦然犯贪盗、淫乱、诓骗3戒，把他带到阎罗殿悔过，明日辰时押至善恶台，当众惩戒。什么？当众惩戒？蓦然怎么说也是死生之巅的公子，父亲的爱侄，把他拉到所有人面前惩戒，连食堂大娘都要看着，这未免也太……楚安宁，你果然还是那么无情。上辈子本座那样对你一点都没错，这次再活一遍，我还是要折磨你，羞辱你，让你生不如死。楚安宁，你能耐啊！回头看我不死你！师尊，天问坏了，我去修。啊？天问这种神武还会坏吗？完了，我刚才肖想的确实是找机会揍死楚安宁，但这种事怎么能让他听到呢？看他刚才那个眼神，我大概真的离死不远了。玉衡长老门下徒莫微雨，目空法度，罔顾教诲，不遵门规，道义沦丧，触犯本门第4、第9、第15条戒律，按律当杖责80，朝门规100遍，至红莲水榭做苦力数日，禁足1月。莫微雨，你可有话要辩？无话可辩。门下弟子若有对判决不服，或另有陈词者，可于此时一叙。玉衡长老竟真的当众惩戒自己徒弟，太可怕了，冷血魔头！哎呀，是啊，太可怕了。哎，你说我们要不要帮他求情啊？毕竟他是尊主的亲侄子，哪怕如今犯了错，前途也是光明一片啊！不错不错，正是巴结的好机会啊！走走走走走。玉衡长老，莫师弟曾经帮我除魔卫道，斩杀7首凶兽，我愿意替莫师弟求功，功过相抵，望长老减刑。哎，玉衡长老，莫师弟曾帮我疏解心魔，助我练功，我相信莫师弟这次只是一时糊涂，请长老减轻责罚。玉衡长老，莫师弟曾赐我灵丹妙药救我母亲，他本是仁善之人，还请长老轻罚。玉衡长老，莫师弟曾助我双修。双修。替莫微雨求情，可以，你们都上来。玉衡长老，这是……默然曾帮你们除魔卫道，不曾。默然助你摆脱走火入魔。没有。救命！我编的。玉衡长老，救命啊！喊什么？都给我跪好！接律使，给我罚。是。楚安宁，你能耐啊！回头看我不死你！
好你个冷血无情的楚婉宁，等着，我一定会再把你关起来、捆起来，压住，4亿。安然，你还疼吗？师妹，师尊他下手未免也太狠了些，要把你打的有几处伤口，血到现在还没止住。师妹，你这么在乎我，我也就不疼了。看你这样，怎会不疼？师尊的脾性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以后还敢犯这么大错吗？我再也不会了，我发誓。你发誓有哪回当了真？罢了，抄手放凉了，起得来吗？啊，起的。起不来就趴着，我喂你吃。起不来，起不来！这半截身体就像朽木一般，毫无知觉了。来，师妹，要是能天天吃上你做的抄手，那就太好了。师妹刚死之时，蓦然还未与师尊彻底决裂。不知师尊是不是出于愧疚，亲自下厨给蓦然做抄手，可还没包完，就被蓦然看见了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也配用他用过的东西，做他做过的菜？师妹死了，你满意了？你是不是非得把你所有的徒弟逼死逼疯，你才甘心？楚婉宁，这世上再没人能做出那碗抄手了，你再模仿，也像不了他。师妹，谢谢你了。不就是一碗抄手吗？不至于跟我这么客气。不只谢谢你的抄手，还谢谢你上辈子也好，这辈子也罢，从来没有看不起我，没有介意过我的出身，没有介意我在外面摸爬滚打，不择手段的14年。还想谢谢你这个人，若不是因为突然想起你，重生之后，恐怕我会忍不住杀了荣九，再次走上谢人老路。是你让我重获新生。楚婉宁这种大魔头住的地方叫什么红莲水榭？叫红莲地狱还差不多。我伤还没好全就来做苦力，还是乖觉一点为妙。好汉不吃眼前亏。弟子蓦然拜见师尊。进来吧。楚婉宁的房间怎么如此杂乱啊！楚婉宁，这世上再没人能做出那碗抄手了，你再模仿，也像不了他。过来。师尊在做什么？夜游神。哦，原来夜游神刚制作时是这个样子。在前世制作完善的夜游神几乎是家家户户必备的机甲。楚婉宁死后，那些夜游神依然守护着请不起道长的穷苦人家。哼，这悲天悯人的胸襟，配上他对徒弟们的薄情，实在令人闭目。师尊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？把屋子收拾了。这是多久没打理了？我的天啊，这么乱！1年。那你睡哪儿啊？当然是睡床。床？厉害，怎么没把你脑袋切下来？师尊，你这堆衣服我自己洗。师尊还会洗衣服？这有何难？丢到水里浸一下，捞起来晒干即可。时间不早了，你随我去饭堂吧。什么？跟你一起吃饭？没人想和死生之巅的玉衡长老一起用餐，生怕他一个不高兴就甩出天威一顿狂抽。哼，但我不一样，我是他带过来的，自然是跑不掉了。况且楚婉宁再厉害又怎么样？
上辈子还不是死在了本尊的手里。你吃饭能不能别吧唧嘴？我嚼骨头，不吧唧嘴怎么嚼啊？那就别吃骨头。可我喜欢吃骨头啊！滚旁边吃去。哎，快看快看，玉衡长老又寻人了，好可怕呀！你们有没有发现，玉衡长老碰到漠然就会格外暴躁，一点就着。嘘，师尊别喊那么大声嘛，要让别人听见了，岂不是会笑话我们？要不是现在打不过你，本座一饭盆扣在你头上。滚！要不是现在打不过你，本座一饭盆扣在你头上。滚！哎，师尊，您别气，吃饭吧，吃饭，我尽量小声点。好吃。漠然，师尊，那个我不是故意的，您别生气，我这就给您夹出来。啊，师尊这是嫌弃我。师尊，对不起嘛。我吃饱了。啊，就吃这么点啊？师尊，你碗里的都没怎么动呢。我不饿。那我也不吃了，走，咱们回红莲地。红莲水榭去。咱们？谁跟你咱们？长幼尊卑有序，你给我好好说话。是，师尊说的是。长幼尊卑？你楚婉宁再高贵冷傲，上辈子还不是成了我靴底的一块烂泥？如果说师妹是我的心头白月光，你楚婉宁就是卡在我喉咙里的破鱼刺，我要把你拔出来捏碎，或者咽下去本威也腐蚀。总之，这一次重生我谁都可以放过，但绝不会放过你，楚婉宁。将这里的书全部擦一遍。啊，师尊，你说什么？擦完再登记造册，明天一早我来检查。那我今晚岂不是要留宿红莲水榭了？我还约了师妹给我换药呢。好你个楚婉宁，看我不把你的书全部烧掉！烧掉太明显了，我还有个更好的主意。他不是清冷高绝吗？我偏偏把这里的书涂抹成春宫云雨。这里的书没有1万也有8000，等他发现是已经是猴年马月了，到时候他找不到是谁干的，只能生闷气。妙极，妙极！更或者，万一有人借到这些书，他们肯定会想：哎呀，玉衡长老枉为人师啊，剑谱里竟然夹杂着龙阳断袖的连环画。什么北斗仙尊，分明是衣冠禽兽。阿然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擦地啊！拿衣服擦地。这不是没找到抹布吗？不说这个，师妹，大晚上你怎么来了？我去你屋子里找你，结果没找到，问了别人才知道你在师尊这里。左右没事，我就给你带了些吃的和药膏过来。龙抄手？
你真不嫌腻啊？没带抄手，红莲水榭离得远，我怕带来就坨了。那，是一些炒菜，你看看对不对胃口？看你馋，还放了些辣椒。我太喜欢了。慢点，别噎着。师妹真温柔。楚婉宁总是看不惯我这副见了鬼的吃相，但师妹从不会嫌弃。满足。那是龙抄手好吃，还是这些菜好吃？龙抄手好吃。阿然，我帮你换药吧。好好。好了，穿上衣服吧。这师妹，我我太喜欢了。慢点，别噎着。阿然，我帮你换药吧。好好。这师妹，我你真好，我也会对你特别好的。啊，等我厉害了，谁也不能欺负你，师尊也不行。好啊，那以后都要仰仗阿然了。你收拾好先回去吧，我怕是要留下来过夜。师尊让我把这些书都擦完，还要登记造册。师尊让你擦这么多书啊？我来帮你吧。不用不用，赶一赶来得及。要是被师尊发现你帮忙，非连你一起罚不可。没事，他发现不了。我们悄悄的。悄悄的怎样？施明镜，莫微雨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师尊，师尊，红莲水榭遍布结界，你以为未经通报进入，我会不知道吗？弟子知错。师尊，师妹只是来给我换个药，马上就走，请不要责难她。师尊，此事与莫师弟无关，是弟子的错，弟子甘愿受罚。真是同门情深，令人动容。如此看来，这屋子里倒只有我一个恶人了。师尊，哼，别喊我。施明镜，你自去昌门归10遍，回吧。快走。师尊，弟子领罚。只是莫师弟伤疤刚刚愈合，弟子斗胆求你，不要过分为难他。师妹，废话那么多，还不快走！弟子告退。师尊，弟子错了，弟子这就继续登记造册。你若累了就回去，我不留你。他会这么好心放过我？必然有诈。我不走。好啊，随你。居然真的没有诈。终于忙完了，大半夜了，不知道你。这魔头还没睡啊？还是跟他打个招呼再离开，免得他又找茬。狮子，这是做到一半睡着了？睡着的时候倒是挺像个人样的，生气的时候着实害人。话说回来，今天他到底在生什么气啊？就因为师妹说要帮我整理书籍，搞不懂。不过，师尊，睡得这么熟啊，
那太好了，我趁现在和你算算总账。话说回来，今天他到底在生什么气啊？就因为师妹说要帮我整理书籍。师尊，睡得这么熟啊，那太好了。我趁现在和你算算总账。大胆吊命出世！你欺君罔上，目无尊主！你这个，你这个，哎，你这个薄情寡心的小贱驴蹄子，你可知罪？你不说话，本座就当你认罪了。你犯下这么大的过错，本座按律判你罪刑6公公即刻行刑。谨遵陛下命。楚婉宁，你这个举世无双的小心眼！耶，行成。你在做什么？呸！弟子在给师尊打蚊子呀。不必，退下吧。弟子遵命。幸好他没听到什么。漠然，想不到你进了红莲地狱还能站着出来，了不起。那你也不看看我是谁？切，你是谁？师尊没把你的腿打折，你就狂到不知道自己是哪根葱了？哦，我是葱，那你是啥呀？我可是师尊的首席弟子。你自己封的呀？啊，建议你找师尊烙个印，裱起来挂在墙上供着，不然岂不是对不住首席弟子这个称号？你都别吵了，快吃饭，大家都看着呢。嘘！怎么突然静得跟坟场似的？其实我觉得师尊有时候也挺可怜的。怎么说？你看，他坐的地方，别人都不敢靠近；他一来，别人连讲话都不敢大声。以往尊主在还好，尊主不在，他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不是孤独得很。孤独，可怜。师妹说的没错，楚婉宁当真是可怜极了。可那又怎么样呢？她越可怜，我便越开心。其实我觉得师尊有时候也挺可怜的。可那又怎么样呢？她越可怜，我便越开心。安然，你伤口可痊愈了？多亏伯母亲自熬制的药，已经全好了。那便好，可以安心承担除魔之责了。昨日你伯父飞鸽传书，特意让你禁足满后下山完成此番委派。下山除魔的时候到了，太好了！死生之间的规矩，首次除魔时，弟子的师尊会陪同相助，该弟子还必须邀请一位同门一起前往，为的就是让弟子们相互扶持。明晓何为，担心可见，死生不改。上辈子这番委派发生在彩蝶镇，在那里，我受妖邪蛊惑，失去了心智，与师妹。
除魔靠师傅，撩汉靠自己，这种美差何乐而不为？彩蝶阵，本座来也。说是在娶亲呢，怎地晚上来娶？是冥婚。冥婚？冥婚又称阴婚、配骨，是民间给未婚夭折的男女配下死后的婚姻。这种习俗在穷困的地方兴盛不起来，彩蝶阵富庶，倒是司空见惯。纸新娘，这村子什么破习惯？有钱烧得慌。彩蝶阵的人十分讲究看运数，认为家中不能出现孤坟，否则家运就会受到孤魂野鬼的牵连。没这说法吧？朕绵信其有。唉，也是，彩蝶阵几百年下来了，要跟他们说他们信的邪根本不存在，估摸着他们也接受不了。师尊，那这冥婚队伍要去哪里？方才我们来的时候经过一个土庙，里面供奉的是鬼司仪，我想他们应该是去那里。所谓的鬼司仪是民间臆想出来的一个鬼神形象，人们相信亡魂婚嫁也需要3媒6聘，也需要司仪为证。彩蝶阵冥婚风俗大盛，自然就替鬼司仪塑了金身，供奉在镇外的坟头前。进行冥婚的人家落葬合穴之前，都必然要先抬着鬼新娘去庙前拜过。啊，有意思，实在是有意思。走吧，去闹鬼的那家看一看。哎呀，3位道长啊，我的命是真的苦啊，你们可算来了。要是再没人管这事儿，我连活都不想活了呀！哎，你别哭，先说清楚到底怎么一回事。是这样的，道长，我家是做香粉生意的，共有4儿1女，也算是人丁兴旺。故而大儿成家以后，这宅子就显得挤了些。我与夫人就在北山僻静处买了一块地皮，想要另立门户。谁知开基动土那天，几铲子下去，竟挖出了一口刷满了红漆的新棺。大儿媳当时在场，登时吓晕了过去。这一下子动了胎气，害了小产。我大儿子为了给他补身子，去山上采药，结果脚一滑，失足掉落山底。找到的时候，已经没了气了。我夫君说的没错，这之后几个月，我们的儿子一个接一个的出事，不是失踪就是没了性命。4个儿子，如今竟然只剩下这个妖子了。其他2位公子是怎么没的？仲子是去寻他哥的路上被蛇咬了，那蛇本是一般的草蛇，无毒的，可是过了几天，他在吃饭的时候突然就那么直挺挺地倒了下去，然后就我的孩子啊！那尸体可有中毒的迹象？不曾有，我们家肯定是被下了诅咒。头几个儿子都去了，下一个就是老妖，下一个就是老妖啊！你怎么知道下一个是老妖？缘何不是你自己？难道这厉鬼只杀男子？是我知道他，红馆里的人找来了，他找来了。你怎么知道下一个是老妖？缘何不是你自己？难道这厉鬼只杀男子？是我知道他，红馆里的人找来了，他找来了。竟然敢抱楚婉宁的腿！救救我呀！好歹是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最好一次说清楚。
这宅子里有个地方，我们不敢再进去。道长看到就会知道，实在邪门的紧呐。带我们去看看。陈延吉是谁？是我。道长，就是这个样子。自从仲子去后，我们就发现祖祠里多了一块灵牌，写着我们家活人的名字。这名字一出现，7日之内，那人必遭横祸。老三的名字出现在牌位上的时候，我们把他关在屋子里，房子内外都撒了香灰，请人来日夜做法。可是第7天，他还是死了，无缘无故的就死了。想我陈某人一生未做过伤天害理之事，老天爷为何要如此对我呀？为什么？师尊，你看这杨上人陈孙氏，说的是你吗？陈夫人。是我，可是灵牌不是我写的，我怎么会咒自己的孩子呢？醒着的时候不会写，睡着了却未必。孽畜嚣张，安敢造此！好厉害啊！道长好本领。你们今天就待在院子里，哪儿都别去，尤其是你，陈夫人，绝不可睡过去。那东西会上身，你哪怕再困，都必须醒着。是，全听道长的。那道长，我儿子是不是没事了？暂且无恙。暂且，不是一直？那要怎样才能保住儿子的性命啊？捉妖，你们谁知道当初挖到红棺的具体位置？来个人，带路。那个地方是大儿子和大儿媳所选，我让大儿媳给道长带路。这地方草木丛生，却连个虫子叫声都听不见，确实奇怪。3位道长，就是这里了。这破石头能顶什么用？一看就是外行人才会干的事情，搬了吧。可镇上的先生说，镇邪兽压着，里面的邪祟才出不来。哼，先生真能耐。搬，我这就去叫人。不必了。扛着做甚？给我起来！不必了。扛着做甚？给我起来！师妹小心，这棺材邪气好重。后退。哎呀，不成血口臭流氓！夫君，夫君，等等，夫君，这是你夫君？是我夫君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明明都已经葬在祖坟了，身上的寿衣也穿得好好的，怎么会这么惨？夫君，小陈夫人，我的夫君，还请进来。别哭了，还是抓紧时间检验尸体吧。师尊，这具尸体不对劲呀。我知道。你怎么回事？让我把前世分析的原卷拿出来证一证，你不行吗？当师傅的难道不应该循循善诱，鼓励徒弟说出自己的想法，并且给予赞美和嘉奖吗？你看，这尸体身上没有腐烂的痕迹，陈大公子出事都已经半个多月了，照眼下的这个气候，早应该溃烂流脓，
棺材内尸液都应该积出一层，这是其一。君可续言之。其二，开棺前，这红棺的邪气很重，开了之后却反而散掉了，而且这尸体身上的邪气微乎其微，这一点也很不正常。其三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从棺材打开的那一刻起，风里就有了一股甜丝丝的香味？你这么一说，确实闻到了一丝奇特的香味。这个香味，小陈夫人，怎么了？这个香味是我婆婆独制的百蝶香粉。什么？难道这件事真的是陈夫人所为？不像。你说吧。据我所知，陈家发家致富，靠的就是老夫人特制的百蝶香粉。这个香粉的配方虽然密不外传，但成品却并不难弄到手。而且陈大公子好像也十分喜欢这个香粉，常在汤浴中混入泡澡，因此他身上带着这种味道并不奇怪。奇怪的是，人都已经死了半个月了，这个香味居然还跟刚刚抹上去的一样。我说的对不对啊，师尊？说的对就夸我一下嘛。真是惜字如金。小心！幻境开启了。道长救我！你自己当心，我去看看情况。好嘛，连打符咒的位置都和前世一模一样。楚婉宁，你还真是分毫未改。就是这里，前世我们同样迷失其中。我在泉水边，先遇到了师妹，在受到幻境蛊惑的情况下，我生平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吻了她。可惜，那时候师妹惊吓得厉害，马上就转身跑开了。到嘴的天鹅没啃两下就被撤了盘子，这滋味真不好受。这次绝对不能轻易让师妹跑了，必须得亲个够。好热呀！那泓泉水到底在哪儿来着？准备好了。这里的水都敢喝，你是想死吗？师妹，别说话，不要吃下去。师妹，干什么？莫然，放手！快点！莫微雨。哎呀，怎么都起得真好啊，倒显得生分。莫微雨，找死！师妹，你谁们召来？天晚，师妹什么时候会召唤天晚了？不是师妹，是楚婉宁。怎么会是楚婉宁？别打了，别再打了，再打就死了。清醒了，清醒了，楚婉宁这凶悍凌厉的模样为时骇人，可是我竟然克制的要死，真是要死！我还是不能看楚婉宁这副样子，只要一看到，我就会想起前世的那些场面，那些最血脉奔张、头皮发麻的感觉，都是从楚婉宁身上获得的。一想起来就……不能再想了！一边讨厌人家，一边要暗戳戳的想死人家，这不是有病是什么？今日之事，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我绝对不会说出去。我要说出去，就让我天打五雷轰！你这赌咒我听了不下100遍，没有1遍是作数的。
这回绝对是真的。身体有反应归有反应，但是想和楚婉宁做那种事，就和喜欢吃臭豆腐一样，上不了台面，又怎么可能告诉别人？那走吧，救人。哦，好，好，救人要紧，救人要紧。这个幻境有很强的迷惑性，你在里面遇到的人，都会变成心中最想看到的样子，必须要凝神静气，才能不被幻象迷惑。等等，如果是这个样子，那上辈子在幻境里自己看到的师妹，也不一定就是师妹，说不准依然是……不可能！如果上辈子亲的是楚婉宁，肯定免不了一顿抽，最少也要吃个巴掌，肯定不是楚婉宁，肯定不是她。嘘，接声。有人，会不会是师妹？谨慎，你在这幻境中，绝不能提前去幻想见到的人是谁，否则一会儿你看到的东西就会变成那个人的样子，并出杂念。可我做不到。别叫！疼吗？废话，你自己扎一下看疼不疼？疼就好，除了疼痛，其他什么都别想。跟在我后面。我们过去看看。好你个楚婉宁，果然是心狠手辣无情剑！等着，终有一日我要……来！今夜良辰美景，不醉不归。佳人成双，确实是美事一桩啊！师尊，你看这些在喝喜酒的人，他们都没有脸啊！那现在怎么办？难道我们得进去跟他们一起喝酒？又是那个香味。这招挺管用的。师尊，你怎么不需要往身上扎窟窿来保持清醒啊？这香味对我无效。为什么？定力好。楚婉宁也会惊讶，什么东西让她这么轻？师妹，师妹，进门。可是师妹，我知道，但你不要妄动。看那边，那儿有个检验结界，你贸然穿过去，那个结界就会发出小叫，到时候恐怕满院子的无脸鬼都会朝你扑过来，场面会一发不可收拾。那怎么办？走，跟在他们后面。穿过结界的时候，记得不要呼吸，闭着眼睛。还有，无论发生什么，照着那些尸体做，绝不可说话。吉时已到，新郎新娘已入园。啥？感情这两列死尸是新郎新娘？那我和楚婉宁……他们这是要带着尸体去哪儿啊？师尊，怎么办？跟着他们走。了解。来。上辈子是楚婉宁先救出师妹，再打破幻境。我全程轻轻松松，对这些情况不太了解。如今情况有变，只能硬着头皮来了。这里的鬼看来不太机灵，只要不说话，他们连死人活人都分辨不出来。如此的话，跟着他们的指示照做，应该没有什么危险。海棠花，楚婉宁的无声传讯。默然，我已用天问确认，此处是彩蝶镇的鬼司仪造出的幻境。他受村民100年香火供奉，渐渐修成了正果。只要冥婚的人越多，他的力量就会越大，所以他非常喜爱操办冥婚仪式。那些排成2队的尸体，应该就是这数百年来
彩蝶镇的人在他见证之下凑成的鬼夫妻。他喜欢这种热闹，每天晚上都会把那些尸体照到幻境中，再办一次冥婚，而且每次操办，他的力量都会再强上几分。每天晚上都要操办一次冥婚，这变态啊！他的真身不在此处，你不要轻举妄动，一会儿跟着金童玉女的吩咐走。那师妹她无需担心师妹，管好你自己，一切有我。考虑的还挺周全，把我想问的都说了。陈瑶是跟我站在一排，装束也一样。看来这鬼司仪泥巴塑成的脑袋果然没开枪，只要抓着一对拜堂成亲就好了。至于是男女相拜，还是男的和男的拜，女的和女的拜，他都无所谓。不过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陈瑶是跟我一对，在我前面。等等，这是按照原先的队伍来的。那陈瑶是岂不是要和师妹拜堂成亲？我岂不是要和楚婉宁那个小贱人凑一对儿？这哪成啊？得换一下。接下来不知还会遭遇什么，让师妹在前面，终究是危险了些。恭喜娘子，贺喜娘子，青盖如故，红颜白首。娘子，吉时已到，请心腹入堂。虽说这场景有些怪，但一会儿能和师妹拜堂，也不失为美事一桩。蓦然，楚婉宁，不是出来的不应该是师妹吗？本想着和师妹拜一回堂，怎么出来的是楚婉宁？心腹娇媚玉宇修，低眉垂首眼波柔，红纱掩面遮娇笑，请来郎君先盖头。请新郎先盖头。前世，我曾对楚婉宁行了3件狠事：其一，杀之，即对楚婉宁动了杀招；其二，辱之，强迫楚婉宁与我；其三，该死！怎么又想起了那个时候的楚婉宁？清醒，清醒！新郎新娘行握冠之礼。怎么又突然生气了？师尊，到你给我洗了。楚婉宁没变，从来都没变，所行所为，所思所想，前世今生都一模一样，分毫未改。真想再如前世一般将他攥在手心，要他笔直的脊梁折入不屈，要他清高的头颅刻落在地，要他伏在脚下长拜不起。握冠礼成，别走神，免得被发现。前生终究是前生，要楚婉宁下跪这种事情，这辈子还是想想就够了。夫妇共饮一杯酒，从此天涯永不离。交杯合卺，而后共拜天地。共拜天地，跪！一拜跪天地，二拜跪高堂，三拜夫妻对拜。对不起。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，行结发礼。楚婉宁这表情，怕是一个不高兴就要给我活活扎死。礼成，总算结束。良辰已至，送入洞房。什么鬼？